Hello， 大家好。时间过得太快了吧？还有不到1个月，2023年就过完了。我甚至怀疑过，我是不是有2人格，另一个人格没事出来帮我过日子。看一会儿手机，1个小时就过去了。现在正在跟我们家装修的瓦工师傅，他也说，他年轻的时候一天能铺3个房间地砖，就现在1个房间没铺完呢，天就黑了。似乎感受到了，时间快都有点过分，大家选择相信钟表。另外呢，也有相关的解释，大致归结于你老了，你岁数大了，你脑袋器官都退化了。如果你感受到时间过得快，那么不用怀疑，就是因为你脑袋反应太迟钝了，跟不上时间的速度。还有一种解释，大概也就是说，你脑袋里的那内存跟你脑袋里庞大容量比，新加入的记忆对于你来说时间就加快了。问题是，现在11、12岁的孩子，他们也喊呢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同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在同步的发生着。这也包括在耶路撒冷做服务业的牧师，时间的把柄让他们给掌握了，可以证明时间就是加速了。教堂的灯油呢，以前复活节的时候集中的添加一次，1年之内呢，这些灯油就会全部烧完。最近几年情况就不一样了，1年之后重大节日都过完一遍了，还剩挺多灯油，这灯油又变得格外紧烧。时间太放肆了，已经开始无视物理定律了，事有释然，物有成败，机微之动不可不察。微小的改变都预示更大事情即将发生。我们都知道一天是24小时，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，地球的自转就在不断的加速。2020年6月份的时候，一度创下28次历史上最短一天的记录。到了2022年又双杀了2次，实际上现在每天的时间是23小时56分01秒，不是24小时。按道理来讲，宇宙在膨胀，时间应该越来越长，越过越慢才对啊！地球刚刚诞生的时候，每天只有5小时，是慢慢的变到了现在的24小时。不是，等一等，就是苏美王表里一个王在位上千上万年的，佛经里杰出人寿上千上万岁，不是，他不是按一天5、6个小时算的吧？好，回到正题，就是23小时56分01秒，它和我们现在感知的时间流速，它根本对不上啊！最经典的、最形象的描述时间流速，就得是圣经和古兰经。这2本书里都有关于末日预言的描述，也同时都描述了时间。大概是这么说的啊：1年将像1个月似的，1个月将像1天似的，1天将像1个小时似的。这和我的感知就对上了。我1个月吧，过着过总会丢那么1、2天。时间加速，末日预言。感觉这地球都快不能待了，时间它到底是怎么了？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51年，慕尼黑工业大学里，一个教授拿一个空瓶对着里面吹气儿，里面的空气由于震动就发出了声音。教授呢就把瓶盖扣上了，给同学们讲，每个空间呢都有它自己的振动频率，这个瓶子的振动频率是196赫兹。他又让同学们想象一下，如果在地球的外层有一圈气体把地球完整的包裹住，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，那么地球的振动频率是多少？其实当时这个教授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就和学生们一起算，最后得出结果是10赫兹，地球的振动频率是10赫兹。他呢也没当回事，就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在一个特别小众的科学期刊的最后1页上，并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个结果，叫舒曼共振。在舒曼发表共振的24年前，1927年，刚刚当上耶拿大学校长的汉斯伯格已经走火入魔了。他开始疯狂进行实验，将氯化盐针插入受试者的头皮当中，测量脑电波。头皮穿针测脑波，是不是一听就疼？他没当校长之前是1战时候的军医，实验条件就比较方便。当时他就拿那些伤员做实验，当然他是有征求那些伤员的同意的。后来他当校长了之后呢，他的实验对象就是他和他儿子。可怜的小柯老师进行了73次头皮穿针实验。汉斯校长对自己下手，反正也不轻，从脑皮上也是拔出了53颗针头。感受到了吧？实验对象非常单一，除了怕疼之外，当时的人是不相信人脑袋里面是有电波的。总之吧，在2年后，1929年，汉斯伯格就发表了第一篇完整的人脑电波的论文，并确定了人脑每秒约10个周期的常规电活动，并用希腊字母来为它们命名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阿尔法脑电波和贝塔脑电波。感受到了吗？他的测算结果和舒曼的测算结果是非常像的，都是10嘛，赶的就是这么巧。汉斯校长的同事，他呢不知道在哪个报刊亭里头就买到了这本杂志，而且呢也看到了最后1页。
他一看，这不跟俺们校长的研究结果一样吗？他们校长吧，虽然是把论文给发表出去了，但是也饱受同行嘲笑。大家认为，作为神经病学家的他，最先应该先被治疗一下。这个好员工嘛，就是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呢，就奔走相告。随着越来越多人了解，科学家就开始了相关实验。经过3.5年，对184个人进行了238次的测量之后，最终确定阿尔法脑电波的频率为7到12赫兹，舒曼共振的基础频率为7.83赫兹，挺像哈。这说明啥？咱继续往下看。10年后，普朗克研究所的教授罗格韦伯就开始了一项秘密实验。我是真不知道他这实验有啥可秘密的，他无非就是建造了一个完全屏蔽到7.83基础频率的一个空间，然后找了447个实验对象放进去开始生活。他就想知道，如果人在完全失去地球基础频率的情况下，会发生什么情况？刚开始还好，慢慢的，生活在里面的受试者就出现了昼夜节律失调，精神和情绪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，比如说头痛啊、神经紧张啊、压力啊、焦虑啊。这个实验空间里呢是有一个频率发生器的，他又把这个频率发生器打开了，给他们又重新提供了7.83赫兹的基础频率，情况呢立刻有所好转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了太空宇航员身上，宇航员上太空了吗？不也就缺失了地球基础频率吗？除了昼夜节律失调之外呢，骨密度还流失了80%，这也是为什么宇航员从太空回来都得拿担架给它抬出来。可以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为了与地球和谐相处而生的，或者说我们的身体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地球的环境。古印度呢将7.83赫兹的基础频率命名为欧姆，他们认为这个频段可以疗愈身心的。原来地球一直以它7.83的频率保护着他的孩子，而失去了母亲的保护，我们也会出现各种问题。而妈妈呀，你怎么了？从2000年开始，基础频率一路从7.83赫兹升到了12赫兹。2014年基础频率为13赫兹，今年2023年的年基础频率为14赫兹。7.83赫兹对应了人脑阿尔法脑电波，而14赫兹的基础频率是阿尔法脑电波的下一组贝塔脑电波，对应的情绪是紧张、激动、亢奋，从噩梦中惊醒时的脑电波，都是一些比较激烈的情绪状态。看看，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容易戾气重、情绪激动、焦虑、亢奋的原因，都是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状态。这是今年2023年6月18号到6月20号连续3天的舒曼频率共振图，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去查看。有人说是神圣几何，有人说是控制人脑电波，而我感觉这舒曼共振地球基础频率一定和网络电子设备有关系。为啥呢？因为那3天好多地方都出现了网络瘫痪。你小时候有数过秒吗？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读秒的速度要比时钟快很多，而现在呢，我的嘴都跟不上秒针走的速度，追不上的。来看看老友记 Rose 查的1秒的长度。1 Mississippi, 2 Mississippi， 和现在实际1秒的长度。1 Mississippi, 2 Mississippi, 1 Mississippi, 2 Mississippi, 1 Mississippi, 2 Mississippi， 是不是差很多？甚至一些老式的钟表都需要手动去调节它的速度了，追上现在时间的流速。你有没有观察到，就是现在的人普遍要比之前的人年轻一点？这是年轻时候的伊丽莎白，17岁的时候，这个是高中生，她17岁的时候。有人说了，不能拿现在的人和之前的人对比，因为营养不一样，确实营养不一样，可是环境它也不一样啊。之前那个年代得癌症都很少啊，而现在呢，人虽然经常生病，但却格外的长寿，看着年轻。还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吗？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一些小动物啊，小猫小狗啊，小松鼠啊，小仓鼠啊什么的，它们呼吸心跳都会特别快，相对来说的这些小动物寿命就没有那么长。同样的，这是放在人类当中，它也是成立的。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，心率越快的人寿命就越短。地球的心跳就相当于舒曼共振，加速的呼吸，加速的心跳就会改变周围的时空场。根据爱因斯坦对时间的阐述，时间不是绝对不变的，时间和空间、速度、密度都是相互影响的。我们一直以为绝对不变的时间，其实并不是。现在1厘米的高度落差，高精密的原子钟也可以检测出来这2个时间的流速是不同的，这也是现在手机导航的原理。同样呢，走路和大跳它的时间过得就不一样快。住在2楼的你和住在3楼的你家邻居，
你们两个的时间流速也是不一样的。住在楼上的时间过得更快一点，高频率的震动就会改变时间的流速，改变的环境让时间加速了。7.83赫兹对应了24小时，14赫兹保守的讲啊，就相当于15小时，每天15小时。但是你别管时间一天到底是多少小时吧，太阳是不是东升西落？钟表它是不是还按点给你走？什么牛顿啊，什么经典力学啊，啥时间呐，到量子力学这儿都不存在。也可以用佛经当中的一句话来说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个有实验证明的。2013年，多灵计量研究所做了一个实验，他们先找了一对光子进行纠缠，在这个光子的中间呢放一个双折射板，再拿出第3个光子，改变这对光子的极化，让其中一个光子与第3个光子进行纠缠演化，然后再用第3个光子和没有被纠缠的那个光子进行比较。第2个实验还是将这一对光子进行纠缠，第3个光子放在旁边完全不参与，第3个光子完全没有检测到任何变化，系统显示为静态，时间没有出现。就是说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，时间根本不存在。突然能理解长寿的秘诀就是少管闲事儿，你不管闲事儿，不听不看不知道，时间他就拿你没招。所以就是不要去八卦，不要让自己参与到不是非得必要的事件中，就能让自己保持年轻长寿。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运动的2度，然后有人就问亚里士多德了，哎，那我搁家躺着我也没运动，为什么我还是可以感知到时间呢？亚里士多德就说，因为你在思考啊，你在胡思乱想啊，所以时间还是在流动的。为什么要冥想？为什么要禅定？就是让自己进入到那个没有时间的状态当中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人事物变化的这个过程就叫做时间。时间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产生某种体验，为了人类的体验而被刻意创造出来的。所谓的时间变快，就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这个过程变快了，也就相当于显化过程变快了，从因到果的这个过程变快了。以前都是3、4因果，现在就是现实报销，马上这辈子就给你报了。在我们这个维度，在这个2元世界里，如果时间可以变快，那时间是不是也能变慢呢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实验。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就是这个时间的加速啊、变快呀，好像是跟网络呀、小家电呐、电子产品它有点啥关系。1962年，法国的一个洞穴家米歇尔·西福德就来到了俄罗斯的一个叫列斯诺耶科沃贝沃的村子。7月17号，他钻进了洞穴，2个月之后，他爬出来了。他认为过了2个月，8月20号，实际上呢，当时是9月14号。在地下洞穴中，人的时间被减慢了25天。一个法国人钻进了苏联的地下洞穴，他为啥要非得钻这洞穴呢？别忘了，他是洞穴研究专家，他就发现异常的地下结构可以改变时间的流速。苏联最不缺的就是科学家，那立刻派人进行了很多相关的实验，就发现当屏蔽掉一些东西之后，就可以改变时间。当然啊，不止时间。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咱也不知道为啥它就那么神秘的实验吗？普朗克研究所做的那个屏蔽掉7.83赫兹的实验。当时在地下洞穴的人们出现了昼夜节律失调。为啥会昼夜节律失调？有没有可能当时他们的时间流速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呢？地下洞穴按了慢进的时间，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实际上这是非常严谨的系统，也是对我们人类的一种保护。如果你感兴趣，给我留言。好，回到正题，所以不用去焦虑到了某个时间应该做某件事情，担心自己时间不够用了。从更大的角度来看，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就相当于吊在动物脑袋前面的那个萝卜，都是时间给我们下的陷阱。真心希望当你知道时间的真相后，可以放下对时间、对年龄、放下对自我认同的焦虑，那就是我最大的荣幸。经常听说一句话，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你想到了吗？这药都抽条了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拜拜。